没想到这翻个新房子发大财了。爷这扒出来200块老银元，都按1000块钱一个，他得值20万了。那如果真是老银元的话，200块20万确实是有的。但是我看你这呀，都是罐装的，我先瞅瞅。那不是罐子里装的，我挖出来的时候是在一个木箱子里面放着，时间长了都腐烂了，你看看吧。这个罐装啊，其实就是指它的壁面带铝锈，无论是铜板还是银元，你长时间接触到那个水汽、氧化，都变成带铝锈包浆了。我大概看了一下，你这里边可没有一块银元啊，这都是清一色的铜板。这种个头小一点的是50文，个头大一点的是100文、200文。银元罐装再生铝锈，它的材质也是银的。我看你这很明显，这就是铜了呀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啊！我经常看你的视频，见过你之前也收过很多像这种老包浆的银元。那个银元含银量是9银1铜，确实有这种前脚里边出来这个带铝锈比较重的，有的这个甚至这壁面啊，这是看不清楚了。但是包浆再厚，它这个大小薄厚，它是不会骗人的。你看你这些50文和200文的，就很明显有区别很大。你别小看我，这个心。别以为我啥都不懂。银元也有1元的，也有那种啥中元呗，大小肯定不一样了。你说的很对，银元确实分1元和中元。1元是72分，26.8克。中元是3006分，13.4克，大小确实有区别，但是它们的材质是银的，而你这些很明显，这一看就是铜的。你可以通过它这个敲击声来辨别一下，你听一下，这很明显就是铜的呀。你知道我这个马大哈，我对这个声音也不懂你最起码得说出来一个让我信服的理由啊。这个我还以为你能听懂里边的声音呢，就给你找几个清楚了吧。你看一下它这个壁面，你看一下它这上面写了。有的带针，有的带双旗，这个确实不是银元。你放心，我是绝对不会忽悠你的。俺邻居我跟你说吧，其实当初他讲500块钱一个，哪个是哪个？我当时都感觉太便宜了，我都没卖给他。你没卖给他就对了，你这幸亏没卖给他，不然人家还会如数给你拿回去。因为对于能一下子给你500买这些铜板的呀，他的这个来说啊，他的真实目的是为了挣钱。把这些铜板你拿到咱们现在这些门店里边，恐怕别人也会给你报几块钱一个，因为人家干生意也要挣钱啊。你像这些铜板啊，在过去发行量巨大，尤其是民国那时候，因为大家用了主流货币啊，因为当时经济不好，也挣不到钱，出门买东西用的都是这些东西，所以流通痕迹也是很明显的。你可以通过壁面品相看出来，他们现在和银元区别很大，基本上玩他们俩都是一些底层初玩的，买一个花不了几个钱。就以你这些品相来说啊，小的20-30，大的40-50左右吧。不可能。我昨天在网上已经咨询过专家了，他们说了，这都是银元，一个光给我好几万，你给我说几十，价格差别，确实挺大的。我恐怕你都不相信他们的报价，不然也不会上来都说1000一个了。银元一个能卖到几万，那可不是这种厚包浆。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你可以用那种药水，你洗出来一个，那不都心知肚明了吗？我又不傻，我不可能清洗。洗了之后，它都折价了。网上专家给我报了几万一个，我不信。你几十一个，我也不可能相信。哎呀，洗一个无所谓，这个铜板折不折价都无所谓了。主要是为了弄清楚真相，也只有洗干净了，才能证明是银元是铜板。你想想，我们干这个，如果说连银元和铜板都分不清楚，你说我们开店玩这个，这不是让人嘲笑吗？也别说了，别说我给你铜板了我还不卖给你呢。你拿走。你这说我铜板，我气死我了。你别生气。叔叔，俺爷爷送给我一块压岁钱，我放着都放黑了，你看这是不是真的？这种黑色是它的包浆，既然是爷爷送给你的银元，怎么可能是假的呢？我同学告诉我是假的，准备让我送给他。是真是假，你同学才几岁啊，他不认识太正常了。你这是一块原汁原味的大老黑宣三，你不要看它黑就感觉着它有问题什么的，整体品相这还是不错的。同学之间相处玩耍家里的东西有些东西能送，有些东西是不能送的。我经常去他家玩，我有时候饿了还吃他家的饭，不送给他，他该说我小气了。
你这是吃人家的嘴软，拿人家的手短。饿了吃饭和送别人东西啊，这是两码事儿。我觉得无所谓啊，这银元放了也没什么用。你别说银元在那里，你手里没用，现在就是给你100万，对你来说也相当于是没用。这完全是因为你这个年龄小，现在你正是学习知识的年龄，你即使再是没用啊，这个银元也有一定的价值，它和大气小气没关系。如果你同学实在是想要这个银元，那你就吃人家几顿饭，给别人补偿过来就行了，完全没必要非得给他这块银元。这是去年爷爷给我的压岁钱，这给我就是我的了，我可以做决定。你的东西原则上你确实可以做决定，只不过是你不懂它的这个价值而已。我爷爷平时都给我200块钱的压岁钱，我感觉这相当于就是200。你这个比喻成200块钱啊，你这种想法是错误的。这个压岁钱一般都是长辈给晚辈的祝福，给多少钱都是他们的心意。而这个银元又和钱不一样，它是多少钱是买不回来的。尤其是像这种龙羊，爷爷送给你啊，其实就是想留一个纪念。你看看能值多少钱吧？如果不值钱的话，我就送给他了。无论值多少钱啊，你送人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征求一下你家长的意见。我爸爸妈妈都外出打工了，这小事我就不管他们了。哎呀，不让他们管啊，说实话，总比将来后悔强。你这个银元啊，是龙阳3剑阁之首，排名第2的大清轩3啊，也是晚清发行的最后一款龙阳。在过去短暂只发行了2年，所以它的这个整体存世量不是太多，好品相呢更是少之又少。能值多少钱啊，完全是看它的品相的。而你这个可以说是壁面这个包浆啊，特别好，整体的大老黑，极其难遇。细看龙尾的话，你看这里已经出云了，是属于3个版里面最漂亮的深版龙。最主要是壁面无伤无戳，质口你看前后两面都是非常清晰，尤其是它这个花枝，显得深大。我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凭你目前这个品相的话，我来给你估价，大概也就是万把块钱吧。1万块钱，我得算一下，好像是100张100。对，你这算数算的挺溜的，就是100张100的。说实话，这可值不少钱了。那我肯定不给他了，我还以为不值钱呢。你认为不值钱，是因为你对这个银元不懂。你想想看，你爷爷那是什么人？他不可能送给你不值钱的东西啊。再说这个银元啊，你拿回去你得好好的放着，说不定啊，再过个10几年，这个东西卖了可以当你的那个大学学费，还有可能将来啊能给你娶媳妇儿呢。叔叔，你可别给我开玩笑了，我不送给他了，我还是拿回去放着吧。对，拿着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千万别摔着了啊，好吧？好。昨天我去朋友家要债，他去年借了我2000块钱，他儿子在抽屉里给我拿了一把银元，你看看这值不值2000块钱吧？欠2000，你要过来一把，如果是真的话，那远远不值2000块钱了。来，我看看啥的银元。因为我对这银元不懂啊，我就怕是假的。哦，如果要是不值2000，我还得再去要；值2000的话，那剩下都是我的。听你说这话前后不够一句啊！借你2000块钱，你扣2000块钱不就行了吗？那不行，那万一不够2000，我肯定还会再去要。哎呀，首先你这9块银元真假是没啥问题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保证。银元数量虽然不多，好就好在有3块龙阳，你这次啊绝对是稳赚不赔，远远可不值2000块钱啊！我建议你啊，还是把这个银元给他儿子还回去，老是要你那2000块钱委托。你这话说的我很不爱听，2000块钱本身就不算多。我朋友这个人他有钱，他就是不还给我，他这就是心里赖，逼得我非常无奈，只能去他家要账。正好他12岁的儿子在家。哎呀，一码归一码，人家孩子毕竟才12岁，你这拿9块银元这很不合适啊。12岁咋了？12岁就已经属于少年了。12岁在我们眼里边啊，其实还是一个孩子，在他们眼里啊，2000块钱根本就没有什么概念。没有经过父母的同意啊，私自给你拿出来这9块银元，万一恁朋友回去一生气，恁朋友再拿孩子出去了，这不是给孩子找麻烦吗？
你说能有什么麻烦呢？大不了就是他爸修理他一顿，话说回来了，因为这几块银元，我觉得很不值当了，因为银子便宜，他家是大地主，多得很。再多也是别人的私有财产啊，你最好跟那朋友结合一下。结合啥呀？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啊。欠债还钱确实是天经地义，但是冤有头债有主，不是说给他家孩子找麻烦，不是怕出事吗？另外，你拿过来的这9块银元，这都不是便宜货，远远要超过你那2000块钱的债务。朋友一场，所以这个钱财啊，一定得分清楚。你说的全是大道理，你就给我看看这银元到底能值多少钱吧。哎呀，毫不夸张的说，就随便拿出来2块冤大头，就够你2000块钱的款了。你如果真是这样，那剩下的7块都是我赚了。对，这9块银元里边最便宜的就是这6块大头。刚才给你挨个都仔细看过了。第一，里面都不带什么斑；第二，它这个壁面都是无伤无戳的；第三，它这个壁面都还挺干净，属于传世的品相。虽说是通货的状态，品相都还不错。6块下来差不多也就是6、7千块钱的样子。啥都不说了，早知道都多借给他几块了，这样的话我就多拿几块了呢。你拿的越多啊，这成本也就越大。你卖够你的2000块钱不就行了吗？你到我手里就是我的了，越多越好。哎呀，越多我觉得越是麻烦事儿。剩下的这3块龙样，2块广东龙，1块四川龙，这3块这都是硬货。在过去他们的购买力和冤大头一样，但是现在分版分的比较细，能够值多少钱啊，都是看他这个状态了。因为你这些银元这也都不是你的，我也不具体细致的给你看了。3块价值市场价大概差不多在1万多了。你不妨说个具体数，我今天就可以给你留这里。我这个人啊，做事还是比较爽快的。爽快不爽快啊？这个银元确实没法要，因为他们的归属权啊不在你。我拿来的银元不在于我，你说在于谁？朋友一场，不要因为这一点东西闹别扭。如果你不懂它的价值也就算了，我这给你大概都估价了，你这还执迷不悟就不行了。9块价值很明显已经远远超过你那2000了，差不多是10倍的利润了。你这真的全部占为己有的话，那朋友的儿子我感觉啊，肯定是要挨打的。你操的心也太多了，不要还说那么多废话，我真受不了你，我找别人买去。哎，好吧。这逆天发大财的机会终于轮到我了啊！这盖房子挖出来9块老银元，1块100万，9块900万。盖房子挖出来老银元，1块100万，不是军阀币就得是氏族币。来，我看看啥来。北京的专家都已经给我鉴定过了啊，正儿八经100年前的东西啊，1年增值1万，100年刚好100万。我看你这都是常见的大头小头啊。首先真假没啥问题。品相状态还可以，1年增值1万，100年增值100万，这结论有点胡扯啊。北京的专家可不胡扯啊，人家店面都在3环以内，公司规模、注册资金都好几千万了，特别有实力。听你说这话，这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好忽悠。你知道像我们玩银元了，能增值多少钱，能值多少钱，都是看状态和版类。大头是3个常见的3年10年，小头这可以说没有一个带版的，算是通货状态而已，咋可能100万一个？我知道你们做生意的，同行是冤家，人家实力那么大，不会给我报虚价格的。1年1块银元增值1万，不算多。现在我感觉你是被人洗脑了，你别说别人说啥都是啥，你别说银元1年增值不了1万，你就是买个金币，谁也不能保证你1年增值1万啊。反正我感觉他们很靠谱，毕竟人家北京啊有店铺，公司有那么大规模，不会耍我的。耍不耍你先不说，就说他们在北京的3环开那么大的店，1年花销加上员工工资，对不对？肯定费用不低。普通的大小头一下子给你报那么高的价，目的何在？人家开公司挣钱啊，我这1块100万，他至少能卖个100多万，这利润不就有了吗？你这分析的正好相反，100万的价钱，除了你相信之外，恐怕没有人相信了。我来告诉你他们挣钱的流程啊，首先一块给你估100万，先挣你几百的鉴定费，相应的会给你打出来一个鉴定结果、鉴定证书，然后呢，你信以为真，带着银元去找他们，然后再趁机收取你的其他的各种费用，这是他们一个正常的流程。鉴定费啊，一共才收800而已，比这我即将到手的900万，说实话，这点钱啊就是9牛1毛。
800块钱不少了。再说句不好听的啊，能买一块小头了。就以你这些小头为例啊，无伤无错无斑，算是通货品项，因为它是咱国内最便宜的银元，没有之一。比如说阴阳坐阳高一个档次，一块行情价现在也就6、700的样子，你要多少都可以买得到。你说100万谁给你？你不要危言耸听，几百块钱你现在能买啥？银子都100多一克嘞。100多一颗银子，看来你这功课做的不行啊！银子别说上百了，你就是上10块钱一颗都没人甩你。再说银元他还不按银价算，咱都不讨论这个问题了，就说剩下来啊，你这3块大头吧，3年和10年，3、8、94个年份里边最贵的是8年，8年一块才3000左右，而你这3年10年，3年10年里边能上100万了，3年里边只有签字版，签字版也就是原像4点东方样。有一行英文字母，看得非常清楚。你这也不是10年里边最贵的数点年呗，对不对？才3万块钱，你这就是通过1000一个，你这我刚才看里边还有一个带戳字的，带戳字的也就700、800块钱的样子。照你这么算的话，我这9块银元还不到1万块钱嘞，那绝对到不了。你这价格就不怕没生意了。你的生意咱俩肯定是做不了，因为你已经被别人给你洗脑了。最主要的原因啊，是你对这个银元的行情非常不懂。你这些大头小头，它这个存世量非常大，在过去啊，它这个存世量都数以亿计，所以专家就看你不懂，趁机忽悠你的各种鉴定费。你最好啊多学习这方面的知识，省得啊你到北京之后，别人再忽悠你的其他费用，你再上当就可麻烦了。我学习啥呀，学习？像我这么聪明的人，想忽悠我的人，还没出生嘞。这个银元啊，你还是给我吧。你这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啊！你想要别人的900万，别人想要你的鉴定费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你这个耽误事。俺爷收藏了一块银元啊，他这整天当宝一样放着。我这趁他不注意，给他偷拿回来，出来估价。那爷收藏了这个银元不得了啊！这个是样币大清繁龙，说实话我还真没见过，这种银元太少见了。我上网上也查了价格了，别人竟然给我报价2000万。你觉得有人能不能买得起嘞？2000万这价格确实一般人买不起，单看这一面的话，你看和这个常见的大清玄咱没什么区别。反过来看这条龙尾，它其实在右边。所以繁龙也称为右尾龙。你这个包浆看着像酱菜，这那爷爷没说这个繁龙这是搁哪弄的？我爷爷的爷爷在过去其实他是个地主。我太爷爷以前在那个天津造币厂工作。据说这块银元是他当时市场下来的。一直在我们家都当着传家宝放着了。过去清朝的造币厂在天津并没有错，但是造币厂工作啊，他这个管理也是非常严格的。一般像这种样币，并不是说谁想留就能留了。况且我看你这个，总感觉哪个地方不舒服。反正我是真没想到，我爷爷他会有这么贵的银元。我爷爷今年都80多岁了。如果他早说有这么贵的银元，我估计我那3个叔伯，会争着去抚养他嘞。那个抚养老人是做子女的责任和义务，不能说老人有家产，对吧？才去争先恐后的孝顺老人。如果真有几百万、几千万的家产，那根本就不需要去赡养了，对吧？有钱雇保姆，你看有多少雇不过来？你说的也对。我很好奇，像这种银元，它咋会真值钱嘞？乱世黄金，盛世古董，这个收藏啊，自古以来都有。尤其是这些银元啊，你像过去从晚清到民国，它固定就发行了那么多。由于它不可再生，所以根据它这个存世量，它就有一定的这个市场价了。就打个比方，像这种银元，别人2000万买回去，你说他会不会赔钱？其实你像我们买任何东西啊，它在价格方面它都没有一个绝对啊。尤其是在这个现在人手里边，大家都有钱了，既然有人出得起2000万，可见他手里边啊，并不只有2000万尤其是像这种存世量少的样币，你2000万买回去，肯定一点的是，你低于2000万，你肯定不会卖啊。相反，你手里边有2000万，你并不一定就能买到这种繁龙。因为我对这个银元也不太懂，就像这种银元，怎么样才能不让它贬值？你可别嫌弃我问的
那个太多。没有，犯倒是不会犯啊，你也不懂行，我跟你说到也没关系啊。其实像这种裸币啊，咱们直来直去就这样拿着，贬值最快的一种方式就是磕、摔、碰，一定要避免与硬物接触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这贸然的掉地上磕一下，有可能就贬值一半。那你得可小心一点了。我看别人都有一个盒子装着，这我也不知道该咋弄了。你说的是那个平基盒子币，一般像这种样币啊，必须得去入 PCGS 的盒子，因为皮盒它这个公信力啊，给它做背书，你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可以变现的。翻龙啊，据我所知吧，它这个存世量不会超过10枚。如果你这个银元是真的话，给分入盒之后，这个价格还是大有可为的。肯定是真的。我爷爷平时放的比较严密，连我那3个手板都不知道，以后还准备传给我嘞。那既然是这样，那爷爷说明还是比较疼爱你的，你可不要辜负他一片厚爱。你趁现在他年纪大了，需要照顾啊，你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在不影响你生活的前提下，你好好的去孝敬他，说不定这个银元啊，以后还真给传给你来。对，俺爷都是这个意思，趁他5岁这份我得赶紧把这个银元给他还回去。那行，那你就完璧归赵给他送回去吧。等会儿我给你找个包裹装着，省得磕着摔着碰着了。年轻人，祝你好运。中。我对银元不懂我想问问你，你看这块银元值不值80万？大爷，你这个是奉天鬼谋啊，值不值80万？这个品相可以说是未流通的状态啊。如果对的话，这轻轻松松80万没问题啊，值80万就行了只要卖不亏就行。看来啊，我这个过门儿儿媳出手果然大方，没想给我一个见面礼，竟然是这么贵重的东西。原来这个鬼谋是儿媳妇送你的见面礼，看材质的话确实是银了，论价值的话你也不必太当真。那儿媳妇送你这块银元啊，可能就是让你娱乐娱乐，没事在家拿着玩就行了。他给我的时候啊，就是让我拿着玩的。但是呢，我在网上找个北京的专家，询询价，我想呢把它换成钱。网上的专家一般报价都不靠谱，北京又离那么远，你想把它换成钱，这有点难。我们都说好了，我把银元呢带到北京，他们呢，当面直接，收回钱，给我现金80万。有时候有些所谓的专家说的是好听，但是当你真到地方之后啊，和你想的就不一样了。我问问你啊，你这个未过门的儿媳妇第一次见面就送你这么贵重的银元，她应该提前告诉你价值啊。如果真有这等好事啊，你说谁会闷在嘴里边不往外说嘞？他确实没告诉我价钱，但是呢，我不好意思问。那是，所以呢，我找一个专家来问问你。你过来找我就对了。像这种奉天鬼谋，总共有2种面值，分别是1两和1元。奉天鬼谋1两在银元币圈里啊，可谓是存世量只有1枚，被称为孤品。历届拍卖会上，这个1两鬼谋拍到了4000多万，而你这个面值，你看是1元，比1两上小一圈。就简单的说，1元它的存世量也很少，又分为宝凤和凤宝2个版。最大的区别啊，就是中间你看这俩满纹，左右不同。常见的版是宝凤，而你这个版是凤宝。这个凤宝为什么少？用现在来话说啊，就是与错版比，满纹印反了，所以按理说啊，你这个价钱会更高。老板，反正你不懂。你见多识广，如果你能给我80万，我就往北京跑了。我还真给不了你80万，但是我也不建议你往北京跑，原因有以下几点，你听我慢慢说。你这个银元确实是银的，但是并不老。老板，你看上银元上还有褒奖，北京的专家都说漂亮。你这上面的褒奖发黑，并不是一眼开门，这还不是主要的，主要是龙面这一块，你看一下它这个龙鳞。你这个龙鳞啊，和奉天鬼谋的龙鳞区别很大，这是一个点。另外，我们玩银元啊，最主要就是看它这个扁池，你这个扁池比较软，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整齐划一。所以我认为你这个银元啊，也就是真银假币而已，市场价200块钱。多少200块钱？对，你别开玩笑了啊！难道人家北京的专家能吃素的？你说北京的那些专家确实不是吃素的，你这幸亏没去北京，去的话最少得掉几百几千来。你想想，真银假币他给你报80万的目的，
不是就是让你想出点那个出服务费吗？服务费他也没说，他说到了北京的，到了这个地方呢，就给我钱，其他的他没说什么。没说什么，到地方也不会直接给你80万。你咨询北京的那些专家啊，他们的工作就是先以高价让你带着东西去找他们，到地方之后让你上牌，让你鉴定，再加上什么乱七八糟的保管费之类的。你想想，这值200块钱的东西，让你多花个几百几千，这都是他们要赚的钱。应该不是像你说的那样啊，人家说的很有水平。哦，你这是不是给人家北京专家抹黑？哎呀，你这应该是被别人洗脑了。这样吧，我的话还有北京专家的话，你都不要信了。那儿媳妇送给你的银元，你还是关键的问问他价值，哎，能值多少，啥都知道了。哎，我也不问了，反正值80万，说了我不卖。那我建议你还是问问。哎，老板，你看俺二大爷从美国回来，给我弄一个破银元，还是语重心长的跟我说，叫我给他养老去嘞。哎呀，这个银元品相还不错嘞，这个是张作霖的陆海军大元帅，这在银元里边，这是属于少见的大珍啊。什么大珍小珍嘞？这不都一个破银元吗？这么大点银子，你给我管卖几百块钱？几百块钱只能买那种最基础的银元。这个是民国15年的戎装像，在其中3个版里边是最受欢迎的一块，典型的样币。当年铸造时啊就没有发行流通。那二大爷既然是从美国带回来的，难道他没告诉你是价值吗？他神秘兮兮的没告诉我多少钱。因为他又没有儿没有女的，说让我给他养老送终，100年以后就叫这个银元给我。没告诉你价值，可能他是害怕你骄纵。既然他无儿无女，那他这次回来啊，应该是想把你当亲儿子看待。当亲儿子我也不怕，主要是他生活太节俭了。每个月就给我6000块钱的生活费，太少了。6000块钱一个人的生活费不少了，在咱这口消费也不高，6000块钱一个月可以养活一家4口绰绰有余，加上那二大爷本人生活条件就节俭，按理说这还有很多盈余啊。账不是你这样算的。我二大爷他这一辈子无儿无女，又没结婚，在国外上班30年，一年存3万美金，他应该存几百万了，给6000太抠了。其实那二大爷说的已经很清楚了，就是希望你给他养老，另外叫这个张作霖的军阀币作为奖赏，你不要贪得无厌。你这听着咱这别扭啊。以后以他节约的性格，他回国挣的钱肯定不少。还想让我给他养老，又对我不太亲。你这是身在福中不知福。一个老人在咱家也就相当于多一双筷子，一个月给你6000，在咱这里啊就相当于2个人的工资了。另外又送你一块品相这么好的军阀币，你这还各种猜疑，让那二大爷知道了，这是令他寒心啊！你要懂得知足常乐。知足常乐我肯定懂啊。关键是这6000也不算多。另外这个破银元它到底值多少钱？值多少钱？你现在打开手机搜索一下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纪念币，你亲自看一下历届拍卖会的价格，最便宜的价格都在1100多万了。1100多万？对，乖乖来。那我得赶紧搜一次。对，搜什么大元帅啊？搜张作霖陆海军大元帅。这种银元啊是当时的10铢洋币，并未发行流通的纪念币，15、16、17 3个年份3个版，铸造量加在一起啊也就几十个吧，也就是全世界范围内它的存世量就几十个，是正儿八经银元里边的大珍。你这个是15年的戎装像，背面你看没有写年制，只写了纪念2个字，英文标注的是$1，和我们常见的大小头啊大小重量规格是一样的。那我查到了，这网上说一个1000多万，为什么那么贵啊？贵只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少。无论我们收藏啥吧，都是物以稀为贵。你看你这个品相，状态各方面还是相当不错的。因为样币啊，它没有流通过，所以币面你看各方面，这都是全身的，包浆各方面来看也是挺不错的。说句不好听的啊，就这种裸币掉地上摔一下，这几百万就没有了。那你得小心点啊！对，千万别给我摔碎了。这是我趁二大爷5岁的时候拿过来的。放心吧，这银元在我们手里绝对不会摔。等会儿啊，我给你找个保护盒装起来，省得真掉地上了。另外呢，一般像这种大珍银元啊，都得去入皮盒，到时候才能卖一个好价钱。你抽时间跟那二大爷一起去装个盒子。另外，
有这一块军阀币给你打着底嘞，再加上每个月6000块钱的生活费，你也用点心，好好的，对吧？孝敬老人家，别让他失望就行了。哎，你说的对，今天来供一下价，我都不淡定了。对，我一定给他当儿子好好养他。对。好，你看看我这，没想到我花2000块钱出旅游一次，这好运来挡不住，在山上转了一圈，基本上发现这个黄金疙瘩。哦，这个黄金疙瘩是你在山上捡的，这看上去这有点颜色有点像黄金，但是重量拖着这有点轻啊。我也想让它重点儿，关键是捡来的黄金有总比没有强。确实是这么个道理。这个金疙瘩看上去倒是凸凹不平了，这外面也不知道这一层白白的这是啥。如果真是黄金的话，你这确实捡个大漏。大爷，你来错地方了，你这应该去金店，你问问他们是不是回收啊？他们不是货，我这个是正儿八经的天然金块。而且还几百年前的东西，收入罕见的老古董。你这又是天然金块，又是什么老古董？你这捡来了，真假还没有确定，怎么就轻易给他下定论了呢？我确实不懂，但是网上专家他们懂。我给他们拍了个照片，他们就已经给我鉴定好了。最少能值50万。能值50万的金疙瘩，竟然被你旅游一次上山转一圈给轻易捡回来了。这是谁听到这个结果心里边都会乐开了花。关键是你说了有鼻子有眼儿，这个价格难道你都没质疑吗？这是收入天上掉馅饼的大好事儿，我质疑什么？金块是我在山上石头堆里扒出来的，50万是北京的专家报的价。确实这个金疙瘩是你捡了不假，但是在真假未定的情况下，比如说啊，你这个金疙瘩是不是真正的黄金，又是不是过去的古董，这都是一个未知数啊！你仅凭几张照片，这咋能看出来呢？人家经验丰富，拍几张照片，什么都有了。我是怕他给50万给少了，才来找你的。说实话，谁遇到这几十万的好事砸头上，这个心情都是很激动的，怕给少了。这说明啊，你还清醒一点。大爷，你是做啥工作的呀？我是给人家当保安，一个人2000块钱，这50万顶我20年的工资了。但是我还想多买点，说不定值60万、70万呢。想多买点是人之常情。像你说了，一下子顶你20年的工资了，所以我要劝你谨慎一点。先来说你这个金疙瘩啊，第一是黄金的可能性不大，重量在这放着了，就这么大一个金疙瘩。不说有1斤嘛，黄金最少在1斤半以上，8、900克是有了，但是我拖着它的重量很轻，这说明它这个密度不够。第二，颜色虽然说发黄，但是它不是黄金的那种黄，你看这整体有点发乌。第三，更不是什么古董，你这说这谁家的古董会是这么个一个样子呢？对吧？它既没有造型，又没有特别之处，所以通过以上3点啊，可以看出你这个东西啊，没有任何价值可言。你是没价值，那别人为什么要给我50万？所以让我拿着东西立马就给钱。他只是说说而已，他不这样说，你会拿着东西去北京那么远的地方，你会去找他吗？人家都答应我了到地方立马就给我钱。人家开公司的，说话算话的。说话算话不算话咱不抬杠，我就跟你明说，你这个金疙瘩没价值，你在网上遇到了那些都是他们的骗局。等你拿着东西啊，你到了北京之后，到了他们公司，让你掏钱先鉴定，然后让你再掏钱去拍卖，总而言之就是让你掏各种钱。你想想，本来这都是不值啥钱的东西，他让你掏个几百几千的，这不是赚你的钱了吗？这不是忽悠你的钱了吗？是不是大爷？如果真给我50万，我给他这钱也不算吃亏。你这是眼红人家。好吧，我眼红人家，我嫉妒他们。那你去花点钱，你去试试运气吧。祝你成功，祝你成功。好。俺爷祖传下来一个小火锅。要不是我这一次准备买房买车，我都不会吃的拿出来卖。祖传下来的小火锅，准备变现买房买车。我这看着也不像一个小火锅，我看着这倒像一个香炉。你别管它是香炉还是火锅，反正这是过去的古董，它不便宜。你这个卖东西的，这是啥你都不懂。
火锅无论是现在的还是以前的，明显没这么小。你看这两侧，这是它的耳朵，下边这3只脚啊，也是有造型的，这是明显的是像头。香炉篆刻了，你看还有花纹，底部你看还有落款，只可惜啊，这啥都看不清了。你别光挑毛病，就因为这个小火锅，俺爸还给俺2叔3叔给他们2家生一场大气。哦，火锅都这一个，他兄弟仨只能传给一个人，幸亏俺爸是老大，我又是长子长孙。看来这个香炉你们也是来之不易啊！我倒觉得他们弟兄3个之间撕破脸皮，为这么一个破玩意儿，对吧？不值当。你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啊！像这种过去的老股东，他不都是钱吗？你说谁给钱过不去啊？误会了。即使他再是过去的股东，恁爸跟那2个叔，他们弟兄3个在分家的时候，不得公平分配吗？再说了，我看你这个香炉也没有一点老气儿。我个人认为啊，你把它想得太值钱了。你别看我不懂，我跟你说实话，不分给俺2叔3叔是有原因的，因为他们家条件都非常好，个个都是百万富翁了，都那么有钱了，凭啥还跟我们争啊？你这话说的都不够一句了。恁2叔3叔他们再是百万富翁，对吧？他们也有权利分家吧？他们都那么有钱了，都不应该再跟我们争了，争来争去有啥意思啊？我发现你的思维是有问题的。第一，你2叔3叔虽然说有百万之巨，但是他们的钱也不是分家分来的，凭本事挣的那很光荣。第二，分家讲究一个公平公正，分不分要不要那是他们的权利，你给不给是你们的一种态度。我的意思是啊，亲人之间真没必要为这么个小玩意儿撕破脸皮儿。主要是你站着说话不腰疼啊，啥都白说了，你都给我看看，能值个100几十万吧？100几十万，果然你这想法很高啊。首先啊，我看你这个香炉啊，它并不老。不老是啥意思啊？不老就是不倒带。你像无论是过去哪个年代的东西啊，首先它这表面的包浆是会说话的，而你这个表层，说实话，你看像喷了一层漆，尤其是它从这个炉口可以看出来，你包括外面和里面的颜色它不一样，所以没有包浆，它就没有老气儿。另外啊，像你香炉上，你看篆刻了有这个图案，你可以细致的看一下，很粗糙。过去的香炉要么没有图案，要么就是它的雕工很漂亮。这上面说实话，这雕工我看也不行。然后再看一下它的材质，来听一下它的声音啊。我感觉啊，它这也不是纯铜。另外还有它这个落款，你看它这个落款，你看就没有打好，这是属于典型的半成品。用我们行内的话来说，就是属于残制品。如果估价的话，差不多也就80块钱的东西吧。80万，80万有点少了啊，再给我加50万。不好意思，是你听错了，不是80万，是80块，100块钱以内。因为你这个香炉，我看啊，它就是新的，也就是最近这几年做出来的。我只是给你打了一个参考价，我看啊，完全是你想的太高了。我看你啊，都是不懂。北京的专家啊，都给我报价了100万，我怕卖亏了，我才过来找你呢。没想到你这么不识货，我还是去找他吧。哎呀，我劝你啊，还是多找几个人问问价，千万别上当了，不然啊，这后悔都来不及了。好了，你那这实体店太坑了。